今天就泄露一个天机给你，人在不顺的时候，越是要反着来。在不顺的时候喜欢躺着睡觉，你就早睡早起，打起精神。人在不顺的时候不爱出门，你就出去走走，亲近自然。人在不顺的时候，诸事不利，啥都做不成，你就少做少错。人在不顺的时候萎靡颓废，你偏偏打扮自己衣着精致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人在不顺的时候笑不出来，但你一定要笑，笑是不顺的解药。这个世界存在借假修真，听我的，你去做，很快就会好起来。如果你的善根福报足够大，老天就会让你早吃苦，在你的前半生，让你经历情劫，经历挫折，经历种种人生磨难，让你看透世态炎凉，让你早早的醒来。醒来后的你就像是重生，你会脱胎换骨，你会换一种性格，换一种心态。你不会再总是怕别人会怎么样的看你，怎么样的说你，你会允许别人如他所示，你会允许他会有这样的所思所想，如此的评判你，如此的对待你，因为你知道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在他那里他是对的。你会允许一切如其所示，你不会再人云亦云，与众人一致，不再追寻符合社会的潮流，你不会再去与别人攀比，非要得到众人的认可。你会尊重自己的思想，按照自己的良知指引去生活，你会生活得越来越清简，觉得越简单越舒服，不会再要那么多的外在去装饰自己，不再对物质过度追求，你非常注重内在的修行修养。你知晓，修行不是去到深山老林，生活中处处是道场，处处能修行。你在生活中的每一处人事物上借假修真，不断地提升自己认知的维度，让心态越来越平和，使内心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平静如水。你的洞察力越来越强，你能很快地看见事物的本质，在生活和工作中游刃有余。你的觉知力也越来越强，你能很快地觉察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，你再也没有了自卑，你变得非常自信，不会再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从而去否定自己。你懂得了道的规律，所以你会按照天道去做人做事，你只会一直不断地提升自己，不断地去行善，结果你的德行越来越好，得到了，你的一切会越来越好。人生的一切迷茫、焦虑、抑郁，其实都是因为你离那个真我越来越远。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是一台转动的风扇，当它转动的频率到达一定程度后，我们就看不见扇叶了。如果转动的频率达到光速，那么扇叶就会在你眼中彻底消失。而当转动频率降下来，你就会再次看到扇叶。当彻底静下来时，转动频率降为0，你就能清晰地观察到扇叶的每一个细节。所以如果意识与万物本为一体，一开始都是最高频率、
最高能量的光。这个光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可见光，高频率的光是看不见的，而这种最高频率的光，我们暂且称它为常寂光。当意识想观察的时候，一部分光根据意识的需要把频率降下来，化为了可见光，还有一部分光把频率降到了几乎停止的状态，就成了物质。物质是最低频率的光，但也不是绝对静止。当意识执着于可见的光影，意识频率就会降到和光影相同的频率。当意识执着于物质，就降到了最低频率。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识都在最低频率，在最高频率的地方依然有无量的常寂光。我们的意识、可见的宇宙都只是常寂光的一小部分，这一小部分频率最低的事物持续吸引着无量的常寂光，不断地生出意识来观察降频成可见宇宙。所以我们观察到宇宙一直在膨胀，所以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是3000大千世界中最粗的部分。而创造这个世界的根本能量是什么？就是欲望。所以有人称我们这个世界为欲界。如果说世界都是我们心的投射，那欲望就是这个念念相续的根本动力。而这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，任何一种事物，我们都把它分别成阴阳两面，包括我，一个真我，一个忘我。在阴阳的理论中，我们常把正面的、积极向上的归为阳，把负面的归为阴。所以真我即是阳，忘我即是阴。而真我有觉与见的功能，它创造一切，觉见一切。佛家称它为真心自性，它是相对于忘我总是攀缘外物，然后被客尘烦恼所障碍的那个妄心而言的。当然，如果这样解释，对于很多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大而空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讲什么是真我。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，我们如何去找寻那个真我呢？正如佛家所说，我们这个身体不过是那个忘我，而不是真我。虽然真我创造了一切，照见一切，但是它无法体验。就好比你拍了一部电影，你知道画面里每一个细节，但却无法投入电影中去体验。如果我们把电影中的场景叫做色，那真我为了体验而创造出了电影中的色身，而这个色身需要感官来与电影中的场景互动。于是真我为色身创造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5种感官，继而又把觉见的功能投入到5种感官当中，就成了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。见的功能就分成了看见、听见、尝见、闻见、触见。所以无限的觉见分化成了5种有限的觉见，也被限于所在的5种有限的觉见当中。人有了5种觉见，便与电影故事有了互动，继而产生了觉受。通过觉受产生了以5种感官为基础的识别，产生了思想。思想控制色身对万物的感受产生反应互动，
于是就有了行为、色、受、想、行15种体验，即为电影故事，所以是妄想。而电影中的色受想行识凝聚成一个忘我，真我为阳，忘我为阴。色受想行识5种体验又叫做五阴，也叫五蕴。我们都是电影中的人，五阴给我们的体验感受非常强烈，这便是五阴炽盛。炽盛的五阴掩盖了真我，认为五阴就是我。我们对五阴的执着，让我们在电影中不断的循环流转。进一步说，正是由于这个忘我的存在，真我才无法显现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当你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时候，你就会受到限制，成为了一个有限的个体，脱离了无限的空。人生的悲哀是什么？就是源于这种对于有限形体的追求。佛家说，真我的本质就是空，就是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但是又无处不在。因为空才能生出一切有，而忘我正是由于有形，所以才受到了各种的束缚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三维世界的人，以有限的形体以及有限的思维去思考那些追求无限的空的本源，当然是不可能找到真我的。正如有一句话说，人类只要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因为人一旦思考，就会距离真理越来越远。那么对于个人而言，既然思考无法让我们找到真我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很多人在这个世上的常态，就是总向别人去解释，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，人云亦云，随波逐流。那什么才是真我呢？我先问你，你确定你是你自己吗？如果我再问你，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你被误抓进了精神病院，那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个正常人？因为那个时候你所有的解释还有说明都是苍白的，你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过正常的生活。这是你证明自己是正常的唯一的方式。因此，只有不试图去证明自己正常的人，才是一个真正的正常人。看看现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多少人每天都在拼命地解释自己，然而无论你怎么解释，你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在别人眼中会有多少个版本，也不知道别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悄悄地诋毁你。因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置之不理，更没有必要去解释和澄清，因为懂你的人，他永远都会相信你。不愿意相信你的人，无论你说什么，他都不会信你的。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千万不要从别人的嘴里去认识另外一个人。被人理解是幸运的，但是不被理解也未必是不幸。要做的就是那个真正的自己。你是否也曾经经常会想，我的性格如何？我的天赋是什么？我该如何树立我的理想？但是转念一想，我们好像都被当成标准零件一样去培养。我们的爱好、特长、天赋、个性都被一点一点的磨平，然后卷入这个社会的大机器里边被搅碎，最终一起内卷，苟且偷生。
而这个社会上的一切仿佛就是为了碾碎的那个真我而设计的。我们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，按照社会的标准成长，要不断地忽略自己的特点，最终彻底迷失。那我们该如何链接真我呢？就是找到自己的天赋使命。那什么是自己的天赋使命呢？有一个核心的标准，就是看看你做事情的动力来源是来自你的心，还是来自你的大脑。大脑的声音通常都是嘈杂的、混乱的、追逐的、比较的，而内心深处的声音永远是安宁的、自在的、喜悦的、平和的。这是区分大脑声音和内心声音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。当你在做你天赋使命这个方向上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享受、安宁，不会疲倦，不会说为了谁而做，而是真诚地发自于你的心的。而如果说这个事情只是你大脑的一个声音，大脑的一个信念，比如你基于对于现实的判断，这个工作很挣钱，这个工作比较体面，这是父母希望我做的，也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的动力核心来源是来自于外在的投射和定义。你是为了来自别人、他人、父母、社会给予你的标准，给予你的期望，给予你的方向来做的，那么它肯定不是你的天赋使命。天赋使命指向的是你内心喜悦、安宁、自在并且能够持续的事情，而不是为了做不得不做、强迫去做的事情。它不来自于你头脑的信念模式，而来自于你的心念。这个心不是砰砰跳的肉团心，而是链接高维的心。也就是说，天赋使命是链接高维的。你在你的信念里、头脑的杂念里，在对外的追逐比较里，永远无法找到它，必须要从心而觅，从心去寻找。但是这个寻找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真实的寻找让你去找，也就是说并不是真的让你去寻找什么。如果说你真的执着于我要去求什么、寻找什么，那么你就这香了，肯定也没有办法找到天赋使命。这个寻找指的是响应，响应的状态和寻找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响应就好像水顺流而下的感觉，就是你跟随你内心清明、喜悦、自在的声音去做，是跟随，是观察，然后顺流而下。这样的状态可以说，天赋使命是我们连接真我的通道，也是连接高维世界的通道，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，是我们从本源带来的，唯有它才可以连接到那个真我，连接到高维的空间。一旦打开了这个通道，我们就可以随时的获取高维空间的能量，并且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成功。我们要明白，生命只是一场体验，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人为去定义赋予的。有人为民，有人为利，有人为一个家等等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而当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剧情的安排，都是内在投射的影像，你要做的就是当一个观影员，来什么就体验什么，
何谓体验？就是接纳，允许随缘。比如你失恋了，如果不能接纳此事，一直执着在上面，那你生命能量就停留在这件事上了。言行举止，所有的能量都会围绕这件事，你就与外界产生了对立。什么时候能做到接纳、允许，你才会回到当下，才能离苦得乐。有的人在体验中完成了升维，获得了智慧，提升了内在频率，而有的人却将自己的频率拉得更低，坠入了深渊的频道。所以祖师大德们早就发现了这些真相，并教导我们，这些体验存在的目的并不是让你外界的气味。通过鼻子的感知，我们可以分辨出不同的气味，如芳香、臭味等。舌根能够品尝到味道的存在，它是我们感知食物的主要工具之一。通过舌头的感知，我们可以分辨出不同的味道，如甜、咸、酸、苦等。身根能够感受到触觉的存在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感知到外界的冷热、干湿、平滑、粗糙等。通过身体的感知，我们可以了解到外界的温度、质地等。一根能够认知事物之理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。通过意识的感知和思考，我们可以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本质和意义。六根与六尘相互对应，同时也相互依存。六根是感知世界的工具，而六尘则是被感知的对象。通过修行六根，可以培养出更加敏锐的感知能力，从而更好地了解和体验世界。同时，修行六根也可以消除内心的烦恼和欲望，达到内心的平静和智慧。六根就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感觉器官，六根对应的能力叫感性能力。我们通过感性能力所认识的对象就叫做六尘，即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其中色尘指眼根所看到的表象，包括颜色、形状、动态等。声尘指耳根所听到的声音，包括音调、音量、音色等。香尘指鼻根所嗅到的气味，包括芳香、臭味等。味尘是舌根所尝到的味道，包括甜、咸、酸、苦等。触尘指身感触到的东西，包括冷、热、干、湿、平滑、粗糙等。法尘指一根所感知的境象，包括思维、认知、想象等。在这六根和六尘中，意是比较抽象难理解的。一根是指我们的意识，它是一种潜在的感知能力，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和理解事物。在六根中，一根是最为重要的，因为它可以统领其他五根，主导我们的感知和认知过程。同时法也比较抽象难理解。法尘是指一根所感知的境象，包括思维、认知、想象等。法尘是一种抽象的概念，它不同于其他五尘那样直观和具体。法尘所代表的镜像是一种内心的认知和感受，
需要我们通过修行和实践才能逐渐领悟和理解。一根属于精神的范畴，掌管一根的器官是心。我们可以将意简单理解为注意力的游离，即当你的注意力停留在某个事物或现象上时，你对这个事物或现象的主观认知就是法。换句话说，法尘是指以跟以前五种感官所获得的信息为基础，对一根所停留的现象做出的一种主观认识。这种主观认识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和知识，对所感知到的现象进行加工、分析和理解的过程。它不仅仅是对现象的简单记录或描述，而是包含了我们的判断、推理、联想等思维活动，从而形成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。除了一根和法尘之外，其余的五根和五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。以眼根和色尘为例，当我们用眼睛看到一朵花时，就是眼见色。这里的色不是指美色，而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表象。眼睛看到花之后，我们会产生相应的感觉和认知，从而知道这是花。也就是说，六根必须与六尘结合，才能产生感知和认知，这是一个从感到知的过程。同样的道理，耳根和声尘也是如此。当我们听到声音时，耳根与声尘结合，我们就能感知到声音的存在。鼻根与香尘结合，我们能够感知到香气。舌根与味尘结合，我们能够感知到味道。身根与触尘结合，我们能够感知到触觉。这些都是六根与六尘结合的过程，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发现没有，我们每个人所谓的判断和觉知都会受到这六根六尘的制约，而外部的世界真实的模样，其实我们并不知道。就像《金刚经》里所讲的，凡有所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的一切不但虚而不实，而且转瞬即逝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这些感性能力带来的表象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，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。但是只有不被这些表象所迷惑，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，领悟生命的本质。佛家说，这个世界是我们大脑所虚构出来的世界，只有做减法，做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才能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。意思就是，当我们不执着于任何表象时，事物的本质真相就会呈现出来。因此，佛家强调不住相，即不被这些表象所迷惑，达到无相的境界。无相并不是说世界原本就没有相，而是指我们感受到了相的同时，不能被这些表象所迷惑，不能停留在对于人事物高低贵贱的区分之中。无相意味着我们要透过表象看实质，透过躯体看内核。只有真正做到于相而离相，才能真正领悟生命的本质，达到内心的平静和智慧。佛家经典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讲述了一个人走进一个堆满了金器的仓库，
在仓库里，他看到了一些金戒指、金项链、金碗等，它们在形态和外观上有所不同，但都是用金子制作的。然而这个人并没有被这些金器的外表所迷惑，而是消解了它们之间的差别，认识到它们的本质都是金子。这个故事就告诉了我们无相的意思。无相并不是指世界本身没有相，而是指我们不能被表象所迷惑，要透过表象看实质。当我们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时，就能超越对象的差别，达到真正的无相和内心的平静。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关系。当我们看待事物时，不要只关注表面上的差别，而是要看到它们的本质和共性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超越对象的差别和偏见，达到真正的平静和智慧。当你能做到见诸相非相时，就意味着你已经领悟到了事物的本质和真相，不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，不再诸相。这时你的本心就会真正显现出来，而这也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。如果你还是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那我们不妨用大白话来做个比喻，把我们的心比作一个活泼的孩子，他有很多很多的房子，一会住这所房子里，一会住那所房子里，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。他不仅能在当下的空间来去自如，还能穿越时间回到过去，去到未来。而且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任何时间和地方都有他很多很多的房子，而这些房子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有的叫喜，有的叫怒，有的叫悲，等等等等。当心住在喜这所房子里的时候，他就和这所房子成为了一体，失去自己原来真正的面目特性，变成另外一个模样特性。而所谓的修行，就是把这些房子全部推倒，这样心就没房子住了。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看见心的真正面目，而不是房子的面目。但是怎么推倒这些房子呢？不往房子里住不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听到这句话悟的这些智慧，虽然看起来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太过遥远，但修行在世间，当下的生活就是修炼场，绝非是一句空话。比如现在很多人，他们只会看到表面的对与错，习惯性的去用理性思考问题，以眼见为实为标准，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。肉眼只能看到相，就像照相机，它拍不出人心里的想法，只有心里的觉知才能照见本质。如果单纯的用眼睛看待世界和问题，无非最后都是非此即彼。所以只有用心去感悟世界，不偏不倚看待所有问题，才能看到事物的两面和本质，并且因无所住，不被相所困，所有事物的本质自然而然就会出现。所以不管你遇到什么境遇，看到什么相，都不要去执着较真，都是体验而已，看破放下即可。你只要对你当下做的事情没有执着，
就能够生出清净心，就是那个觉悟心，这就是开悟，这就是明心见性。此时的你如同火车站台，无数的列车流经你，但你都不想占为己有，无数的念头流经你，你都心无所住，如如不动。这就是开悟，知道我们是因缘而来，知道无常即是常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来这个世界花开一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借假修真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从缘起，从缘灭，万般皆苦，唯有自度。诚愿再来，愿众生离苦得乐，法喜充满，欢喜自在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